全是他。天武榜上的2甲薛神官和3甲王一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，眼下的情况有些复杂了。这就是薛神官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这么多年没踏入江湖了，没想到再一次露面，就碰到了这么有趣的情景。消失了这么多年，你去了哪里？这世上有许多有趣的地方，你去过一个没有白日只有夜晚的地方，或者没有夜晚只有白日的地方吗？你见过10万群山环绕，再强的高手落入其中也找不到出路的险地吗？你去过万里冰原千里雪山，见一束神光从天划过吗？不曾。你自然不曾，你只困于那一方池塘，想着做那天下第一。唉，你说的那些地方，曾经的我也向往过，可惜呀，这些年我都在那囚笼之中度过。哼，那些地方既如你所说的那般精彩，如今又为何回来了？我自以为这些年已经隐去了踪迹，无人能找到我了，但那封让我不得不来到这里的信，还是落到了我的手中。若我没有猜错，此刻的宣威城已是棋局。谁敢在我的地盘上做局？不过我从来不介意作为棋子出现在棋盘之上，然后破局而出嘛，我也喜欢。我们的立场各有不同，若谁先动手，怕是会给剩下的人以可乘之机。还没到生死搏命的时候，不如一起玩个游戏。今晚薛某我想吃这鱼肉，就看2位能不能抢过我。小子，和我们2人比内力如何？江湖上不是年龄越大武功就越高，但若问内力，自然是修炼的时间越长越是浑厚。薛神官听声音不过是一个中年人，苏简和王一都已经是年近古稀，拼内力，苏简会有机会吗？薛神官修炼通天策多年，内力深厚，确实天下难寻。通天策可不是练的，通天策都是种下的。哦，这位前辈知道的可不少啊。看来那老头子的传人是你了。正因为当年他不肯把通天策给我，所以我才练了另外一门武功。灭绝神功。据我所知，灭绝神功是一门追求纯粹内力的武功秘籍，非常霸道。我是枪客，内力对我来说终究是小道。有几分意思。这些年你的武功进步了不少啊。看来今晚要改吃别的了。哼，臭老头，刚才那一枪差点扎死我，看我怎么整你！怎么对他没用？哦，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个高手，竟能瞬间破了此局。居然想要吸走我的内力！你方才用的是仙人书上的武功，管他什么武功，这一战
算谁胜了？我觉得是你身边的这个年轻人，他很不简单。胜利的结果是什么？帮你们一把。你们先走，我来会会枪圣老爷子。哎，叔爷，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我可是刚帮您赢了枪圣啊！不能。叔爷，您带我来这里，等的不就是薛神官吗？那薛神官来了，您怎么说跑就跑了？那个薛神官邪门得很。真是个有趣的少年郎。树林里有人在吹叶子，看来那便是方才操纵傀儡之人。不追过去吗？你听得懂曲艺吗？也听不出什么名堂。这曲艺是在告诉我们，山高水长，很快自会再见，不必急于一时。不管此人是不是薛神官，都是一个有趣的人。好吧。吹的这都是什么呀？嘿呦，嘿呦，救我，救我！呵呵，这是要让我去救他吗？师爷，你自称魔君，还曾叱咤江湖多年，怎么今日见你2次都在跑路呢？我一直在想呢，若我重回江湖，必当惊艳世人。哦，方才池塘边，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力战天武榜2大高手，谁看到了？谁记下了？我呀。你？你巴不得最后捅我一剑，然后说这些人都是你打赢的吧？哎，怎么会呢？所以我这一战一定要在英雄大会上，天下人都看着，那才痛快，那才尽兴。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没有，就是没想到您是这么个虚荣的人，这和我想象中的魔君不太一样啊。哦，你想象中的魔君应当是什么样子的？所谓魔君，剑走偏锋，应当不限于名利才对。杀了便杀了，管他什么时候杀，在哪里杀，为了什么而杀。你说的是魔头，不是魔君。所谓魔君，重要的不是魔这个字，而是君。你知道什么是君吗？自然是君王的君了。魔君不就是魔头中的君王吗？最大的那个魔头。不是。啊，哎，该不会是君子的君吧？没错。啊，便是君子的君。看来你已经是我的知己了。啊！和着老祖宗待了几个月，从一开始担心他一刀把我杀了，到现在称自己为知己，啊，真是越来越摸不透这所谓魔君的脾气了。怎么又想跑？啊，没有，来了。叔爷，
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坐着？看，我给您准备了什么？哦，你倒是挺机灵的嘛。嘿嘿，师爷，既然你的武功已经如此之高了，那还要天机匣做什么？天机匣乃我苏家传世之宝，岂能为外人所得？哦，那天机匣中究竟所藏何物啊？既然你是我苏家子弟，说与你听到也无妨。传说中数百年前，天下有4大世家，分别为北境苏家、南境吕家、西境叶家、东境墨家。这4大世家守卫四方，抵抗着4境之外的敌人。4境之外4境之外，指的便是天下尽头之外的天地。据说那些天地中，亦有绝强武者。4大世家的职责，便是阻拦他们的入侵。直到一场旷世之战的到来，虽然4境之外的敌人尽数被打退，但4大世家的存活者也不逾2成。这2成人最终散落世间，有的依旧保持着宗门势力，比如我们苏家，便来到了围龙山；有的则彻底消失在了世间。不过4大世家都留下了一名绝强武者，守卫在四方。每过100年，4大家族便会派出新的守卫者进行更迭。哎，等，叔爷，你确定不是在说神话吗？这么轰轰烈烈的故事，怎么我从小到大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呀？因为这件事啊，只有4大世家中最核心的宗门弟子才知道。苏氏一族的古墓之中便画着这一段故事。当年我初入江湖，当时江湖之上最有名的2个门派，便是无极剑宗和英雄冢。这我倒是听说过，一南一北，分管天下。呸！什么分管天下？不过就是一群癞蛤蟆。对，叔爷可比癞蛤蟆强多了。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怪我说错话了，天机匣，咱们还是说天机匣。当年我在江湖上独行，根本不把这2大门派放在眼里，他们呀，便给我起了个魔君的称号，我觉得不错，中途还去学宫住了小半年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个同窗好友叫东方文林，他现在如何了？什么？魔君和儒生居然是同窗？儒圣，这小子继承儒圣之位了。哎呀，看来我的眼光果然很好啊。哎呀，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也应该变成一个老书生了吧？要告诉他吗？我就是你要找的人，儒圣，东方小月。哎呀，不能说，绝对不能说。哎，对了，叔爷，那后来呢？或许是因为我在江湖上闹得动静太大，父亲便派人来寻我了。再后来，我回到围龙山，遭受家规责罚。我不服，为什么我们围龙山传承自如此厉害的祖先，这一辈也拥有众多绝世武才，却要偏居在此？若我们下山，哪里还有什么无极剑宗和英雄冢？父亲斥责我，说苏氏一族的存在乃是守卫天下，而不是给这个天下带来混乱。当时的我见惯了江湖的风流，哪能被这句话给说服啊？我说我要去见北境的苏氏守卫者。父亲认为我疯了，便把我关入了忧郁之中。那时候我本有机会逃脱，却束手就擒，等的便是父亲回心转意的那一天。只可惜苏氏先祖和我父亲先后遭遇劫难，后来天机匣就被抢走了。这些事情你之前跟我说过，只是没有提及你的过往。是啊，后来我便心灰意冷，
直至再次听到天机峡的消息。后面的事情知道了，师爷，能不能先松开？啊，要断了！差点把你给忘了。你以为今日这件事儿那么容易就能蒙混过去吗？啊，合适啊！你一直跟我说你武功不好，我试了几次，确实差得令人发指。但是方才你对王凌霄用了一门武功，我还记得王凌霄说了这个武功的名字——仙人书，听上去好像有几分意思。他胡说八道的，我就是打了他一掌，他怕没了面子，才故意说我有什么什么厉害的。现在可不是你说话的时候。师爷。方才你对王凌霄用了一门武功——仙人书。我就是打了他一掌，他怕没了面子，故意说我有什么厉害的。现在可不是你说话的时候。师爷，你这小子嘴里没一句实话。堂堂谢看花的徒弟，我苏氏一族的弟子，怎会这般没用？可你若是真这般没用，那个白极乐又为何对你这么感兴趣？舒言，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。所以，你现在是在吸我的内力？得罪了，舒言。不怕你得罪，只怕你这副身躯还吃不下我这把老骨头的内力。又是这里。看来你对我们的相遇已经并不奇怪了。为什么我每次做梦都会来到这里？因为你本就属于这里。能不能不要总说这么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？我叫苏白衣，我的家要么在围龙山，要么在杏花村，怎么也不是在这里。围龙山，那是我吕玄冰终究要毁掉的地方。吕玄冰，你便是那个当年率领瀛州来客和我父亲等人大战之人。此人不简单了。做了一个梦，看来还是一个不太好的梦啊。舒言，你方才说四境守护，怎么，你还是不信？既然不信，那我多说也是无益。你不妨和我说说你这门袭人功法的武功。你这小子狡猾得很，若我没有那么深厚的内功底子，倒是着了你的道了。南境守护是哪个家族来着？南境是吕家，他们曾居于南海之上，不过很早就销声匿迹了。你问这个做什么呀？18年前，南海之滨有1000岛靠岸，其上之人自称瀛州来客，为首之人便姓吕，他叫吕玄冰。如何？先捣北林，怕是只差一个时机了。什么时机？等星辰北移，那瀛州岛便会跟着星辰指引，再次临岸。他们真的要回来了。吕玄冰和那些瀛州来客，没有什么办法
能够阻拦吗？这一次瀛州北临，是他们这100年间的最后一次机会了。而对于我们来说，奋力一战，便是唯一的机会。哇吼！这就是血围城啊！这里距离秦塘江不远，我却是第一次来。哼！哎，对了，你家离这儿倒是挺近的，以前应是常来吧？不常来。这么近都不常来的吗？别闲扯了，我们要尽快找到苏师弟，然后把他带回去。这小子怕是有什么心事。爷，来吃个葡萄。爷，喝我倒的酒。小美人，我都要，都要。哟，看这阵仗，是城里的世家公子，挺会享受啊。嘘，公子，可莫要乱说话。这是王家的3公子，王不虞。王不虞。船家，这船我买了。客官，这可是我吃饭的家伙，我怎么可能买？这位公子，今儿小的家还有几艘船，要不你就再考虑一下呗。我还是比较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哎，公子，咱们再商量一下呗。公子，你要做什么？说吧，这王不虞跟你有什么渊源？至于你何干？哎呀，确实与我无关啊，只是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样子有些欠扁，很想冲上去给他揍一顿。你若是不说，我可就动手了。别乱来！你若现在动了手，整个宣威城都要知道我们来了。那你倒是说说这个人和你的恩怨啊？是他抢你心仪姑娘，还是小时候打过你？此人原本是我阿姐的恋人，我阿姐当年来宣威城参加花会认识了他，对其一见倾心。之后两人相恋，数月之后，王家来下了聘。只怪当时他们只说是王家公子下聘，我们没多问是哪一位公子，默认为是3公子王不虞，便直接应允了。婚礼当天，我们才知道下聘的是王家长子王不利。王不利，王不利3岁时高烧，便烧坏了脑袋，一个痴儿，和我阿姐从未见过。只可惜我们应允婚约在先，一事理亏，长士们都不愿意得罪王家。我和兄长持剑拦在轿前，结果被他们打成重伤。王不虞，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。哎，冷静冷静，若是动了手，整个宣威城都知道我们来了。这不是方才我劝你的话吗？嘿嘿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去帮你出口恶气。美人儿真乖。谁？我是你们王公子的朋友啊。哎，王公子，还记得我吗？你？谁呀？上次御酒楼里我们喝过酒，你忘了？御酒楼？哎，行了，都下去吧。我呀，风雨灵。风家，不会是天晓云静那个风家吧？啊，原来是风公子。看吧，自己人。
子，轻功不错呀。来，一起喝一杯。哦，太清红云，风公子一闻便闻出来了，是行家呀。哈哈，自然自然，这是好酒，同饮同饮。兄台，话说你这个封家是哪个封家呀？公子，你是果真把我忘了呀？公子，我是隔壁这小峰啊，你能不能大点声？来，我呀，我当然是风流倜傥的风啊！公子，快救人！你这样太冒险了。怕什么？就问你现在心里爽不爽？那还用说？公子，降妖谢公子，一定要将那个人给我查出来。姓风，不管他哪个风，就算是天小云境的风，我也要扒了他的皮。公子，小点声，家主在待客。带什么客？带客去御酒楼里，在这破宅子里，带出什么客来？小点声，客人是王老三，要请我去御酒楼？东方茄？御酒楼就不必了，四大家族的3位家主同饮御酒楼，说出去怕是不太好听。3位？贤侄啊，御酒楼我也是很喜欢的，只不过这样的邀请，下一次要悄悄地说。你这老三，还不快些和2位叔父问好？晚辈不虞，见过东方叔叔，见过陆叔叔。哼，老匹夫我见过不虞贤侄。你退下吧。是。若虚兄啊，以后你们王家便是这位不虞公子继承了吗？我身体还算康健，不急着找人继位。今日我们3家共坐一堂，主要还是商讨一下3日后的英雄大会。英雄大会，王家主持，那自然便是王家说了算。我们不就来吃个饭、捧个场，需要商谈什么呢？有一件大事需要商谈。我们4大家族大约3个月后，就该选出新的大家长了。哎，既然是4大家族谈事，那么谢家，呵呵，或许4大家族应该改成3大家族了吧？家主，何事啊？门口有客求见。什么客？谢家少主谢兴。他怎么来了？南宫姑娘，你说里面现在在聊什么？4大家族谈事，特意把你给抛开了，大概是在聊把谢家从4大家族中剔除出去的事吧。都怪我谢家无人呢。谢家这些年为什么不选一个家主？唉，那得问你父亲。若他当年不出走，现在谢家何至于沦落至此啊？本来家主是给他留好了，结果他走了，剩下的那些叔叔，哪个当家主都会惹来众怒，最后便出了一个窝囊至极的长老会。谢公子，还请里边走。倒是出乎我的意料，没想到王家主竟然还是选择了见我。
我还以为四大家族真的要成为三大家族了呢。话可不能说得太早。报，启禀家主，谢家家主谢兴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我们在这里相见的事情，谢家怎么会知道？这茶太热了，喝得我直燥得慌。你每日都在铁炉旁打铁，还会嫌弃茶热？哟，三位叔伯都在这里啊！晚辈给各位行礼了。这位姑娘是？啊，我堂妹。王叔叔，你们这是在谈论什么事情呢？我此番前来，是否打扰了你们？并不打扰，坐吧。本来也是想邀你同来的，但派去送信的弟子说贤侄外出了，信也就没有送到。既然来了，那便一起聊聊吧。好啊，那便聊聊。想必诸位很清楚，如今上林天宫已经名存实亡。道君和儒圣两位前辈也很少涉猎江湖之事，导致江湖现在群龙无首，经常出现大大小小的门派火并仇杀之事。我此番召开英雄大会，也是想敲打一些门派，重新稳固一下江湖秩序，避免这样无谓的流血之事。王叔叔大仁大义，古道热肠，侠肝义胆，正气凛然，满腹热血，实在令我等晚辈钦佩啊！他果然要搞事情，看戏看戏。当年苏寒创建了围龙之盟，整个江湖都以我们马首是瞻。但是现如今，上林天宫四分五裂，大泽府三家也已经不睦，唯有我们四大家族常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没错，就好比我们王谢两家还是亲家呢。围龙之盟已经不复存在，但江湖秩序仍需要人来处理，这是我们四大家族最好的时机。英雄大会上，我会宣布成立宣围之盟，但在此之前，我们四大家族必须变得更加稳固。之前我们让各家家主轮番担任大家长之位，但现今，我觉得以我们王家为首，带领整个四大家族才是最好的选择。王家主这是想废掉祖上的规矩，自立为四大家之主了？若四大家族成为江湖魁首，那么也将是四大家族每一个弟子的荣耀。叔父王一将会成为宣围之盟的大长老，由他坐镇，此事十拿九稳。情圣老爷子也要出山了呀！好，好什么好？我说谢兴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说这件事啊，是大好啊！我们四大家族这些年一直被上林天宫给压在脚下，现在他不行了，自然是轮到我们崛起了。我觉得王叔叔这个建议说得好呀！以后四大家族变成一体，家族之首为王家，盟主自然为王叔叔。我赞成，我们谢家第一个赞成。再说一遍。我说，我们谢家第一个赞成。你找死！点儿，坐下。下一次执掌四大家族的应是东方家。这小子将矛盾转给两家，城府够深的呀。
二位家主觉得呢？我本是不赞成的。但看在王家主如此大仁大义、古道热肠、侠肝义胆、正义凛然、满腹热血的份上，我愿意支持。不知东方家主如何看呢？好。方才那一个好字，或能杀人，我差点忍不住拔剑。是啊，四大家族上一代的弟子中，东方云我是公认的才学、武学、谋略都名列前茅之人。等家主之位轮到他时，四大家族的排序也将发生变化了。但他同意了。是啊，东方云我和王若虚出自同门，私下的关系很好。一直当四大家族的大家长。不过一个跋扈张扬，一个顾全大局，风评向来最好。所以今日王若虚敢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东方云我竟然还同意了这样的要求。我总觉得这件事并没有这么简单。自然不会有那么简单的。3日之后，我们看好戏便是。今日王家肯定以为第一个反对的就是我，可我偏偏同意了。因为我一旦同意，陆家也会同意，那么东方云我和王若虚便只能站在对立面。这才是我想看到的。走吧。至于苏白衣兄弟的事，相信我，3日之后的英雄大会，他必定会出现。可他身边的那个人，几个月了，那人也没杀他，这几日又怎会动手？希望如此。二公子又在看书啊，大考的日子快到了，得多看些书。嫂嫂有身孕在身，以后便不必行礼了。我就是路过，不打扰你了，继续看书吧。好。写信！公子，上次比武大会，你竟然重伤于我，如今你还敢来我王家，看我不杀了你！写信人呢？已经走了。走了？谁让你放他走的？是我让的，你们退下吧。是。父亲，薛仁谢信来了，为何不把他拿下呀？你说话呀！你儿子在外面被人欺负了，你都不管吗？切，就知道跟你说了没用，这次我非杀了他不可！胡闹！大事当头，你却只记得这些小恩小怨。到时候若我真成了江湖之主，莫说一个谢兴，就连整个谢家都将不复存在。你急什么？父亲大人雄心壮志，我自然比不上。我只知道，谁让我不爽，我就杀了谁。个废物！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东西？是废物，只可惜您的3个儿子都是废物。一个白痴，一个书呆子，还有一个我。3个废物，你能选谁？不也只有我？哼！谁说只有你啊？你想把希望放在那个小杂种身上？小杂种，那是你大哥的孩子。他虽尚未出世，但以我如今之势，等他20年又如何？这20年我倾尽一切去培养他，
再求叔父亲自教他武学，等到日后，又何愁不成为绝世之才？看，谢家主身边的姑娘可真是个美人啊！是啊是啊，真漂亮。来这里喝酒，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我来到这里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。既然我们找不到苏白衣，苏白衣也或许能知道我们来了。原来是这样。以后便不叫你姑娘了，直接唤你堂妹吧。本来也该唤堂妹才对的，你觉得如何？堂兄。今日我堂妹初来宣围城，见宣围城这景，甚为欢喜。今日楼里所有的开销由我谢家请了。素禾，此行英雄大会凶险无比，我们和师姐分开行动，倒更有几分胜券。真是良辰美景，奈何天啊！怪不得叔爷你非要带着我换客栈，原来是为了欣赏啊！臭小子！3日之后的英雄大会，王家决定在御酒楼举办了。我这叫做未雨绸缪啊！是，大智若愚，形容的便是叔爷这样的人。今晚的御酒楼确实热闹，我觉得我们应去提前探查一番。你不是说要和我好好的说一说仙人书的故事吗？事有轻重缓急，放心吧，我已变了面容，而且听说对面酒楼新上了几道招牌菜。这可是头等大事啊！出发！令。来，我敬你。来。哎，这姑娘可真漂亮。是，听说是谢家的千金。放心，我自有安排。啊，师姐，师姐！臭小子，又想跑？哼！怎么了？我方才听到有人唤了我一声师姐。哎，咱俩是不是得买个面具什么的呀？说曹操，曹操到。2位公子，是否要买面具啊？师姐，我师姐呢？你师姐就在那里。这次我定要和师姐会合。若我今日放走你见了她，那么御酒楼便必有一战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要杀你的人来了。白龙，你的容貌变了，他认不出你。但你若是和你师姐相认，他可就会出手了。但今日我是不会帮你的。堂堂魔君，岂会畏惧这种小辈？小子，我只是不想过早的被关注到而已。更何况，就算我打赢了他，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。那王一和薛神官可就不好对付了。看来现在和老头在一起，我和师姐才是最安全的。是他吗？一个年轻人，只是酒楼里的气息有些奇怪。莫不是薛神官？应当不是。再找找看吧。你说那些人追你是为了你身上的仙人书，可是那白极乐的武功比你强那么多，仙人书要真那么有用，你那天还会被打成那个样子？是啊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师父把这门功夫传给我，这武功也没让我成为绝世高手啊。
一门没有让你成为绝世高手的武功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想要抢呢？哎，我一直有个猜测，他们想抢的并不是这门武功，而是我，或者说，练了仙人书的我。看来没错了。什么没错了？四大家族镇守四方，各家每隔100年都会有一个守护者，而南面吕家从来都只有一个守护者。每隔100年，吕家都会选出一个拥有先天之资的弟子，练就一身仙人躯体。最后，守护者会通过吕家的独门功法夺走此人的躯体，再履镇南之职。倒是有一点不对啊。可我是苏家传人，不是吕家传人啊。对呀，如果他选择了你，那你应当姓吕啊。吕玄冰，他说是我舅舅，所以你的母亲是吕家的人。难道我的身上竟有瀛州的血脉？我是花鬼，这家店的主人。只有每日买下店里最后一朵花的客人，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主顾。我叫白龙，楼主写的信，想必你已经收到了。当然，不然这最后一朵花也不会留到现在。不知白龙公子想要哪朵花来为你杀人呢？是要如你手中那朵脆弱而锋利的蔷薇呢，还是要最强大的牡丹，亦或是最美但是最危险的曼陀罗呢？不同的花能杀不同的人。我全都要。全都要。这里是宣围城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是4国通兑的金券，5万两。浮生醉梦楼很懂价格，5万两确实足够了。但是如果你要我们所有人，那么就意味着这一单之后，宣围城不会再有我们的容身之地。这是淮安城的房契，足以让你开一家更大的花店。你们觉得呢？好，这一单我接了。切不可走漏风声。白龙公子，这位是我的朋友。是吗？这位公子就是今日店里最后一位贵客。我很少有冒险的冲动，但今日看到了，那就冒啊！你可以试试。老板娘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差点因为你毁了我一单大事。那用我的这坛酒来给你赔罪。所以这么久过去了，你还不知道你的生身父母是谁？哎，等等，你让我想想，我的父亲定然是苏寒了。既然吕玄冰说他是我舅舅，也就是说，或者准确来说，我母亲是吕玄冰的妹妹，她离开了瀛州，而那本仙人书，也是她从瀛州之上带下来的。瀛州当年和上林天宫大战，你的母亲又怎会和苏寒结缘啊？越想越复杂了。那你后面有什么打算？
他们需要我作为那南京守护者的躯体，所以他们才那么想得到。哼，我们苏氏一族的弟子，怎能被他们吕氏一族所利用？小子，这件事你放心，有我这个老祖宗在，他们没有机会。等等，可这些和白极乐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白极乐那么千方百计的想要抓我？难道他肯定是瀛州之人。白极乐是瀛州之人，所以当年没有参加南海一战。若是瀛州来客胜了，那么白极乐将会替他们扫清后续入主中原的障碍。结果瀛州来客输了，所以白极乐他才会暗中布局，混乱江湖，只剩下王若虚这样的人试图称霸。如今的江湖实力和10几年前苏寒在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，再加上他此刻这么着急的想要找到我这个躯体，也就证明着瀛州即将再次被临。让整个江湖都畏怯的瀛州来客，看来这一战我是不能再错过了。也不知白衣现在怎么样。不必担心。之前我们不是猜测过，带走苏白衣的应该是魔君苏浅，同是苏氏一族之人，苏简不会难为他的。我有些后悔当年传苏白衣仙人书了。若我没有传他这门武功，现在也不会这样。但他不得不学。白衣的母亲曾经说过，瀛州之人生来体内便带有血结，若不练仙人书的心法，就会变成怪物。可或许还有另外的办法呢？毕竟苏白衣的血液之中，还有一半来自苏寒。苏爷，您嘴就不能闲一会儿吗？什么？我是说大晚上的，您别吃咸了。啊，无妨。是地图。树爷，您怎么了？看来我错怪白极乐了。什么？因为我方才发现，白极乐给我的天机匣是真的。糟了！我之前骗他说天机匣在薛神官手里，这老爷子喜怒无常，知道我骗他，不会整死我吗？大丈夫能屈能屈，拼了！对不起，树爷。我不该骗你，但是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说过了，我不知道什么天机匣，但您不相信，我只能编了个瞎话，说东西在薛神官手里。你大人有大量，不要生气。你为何说东西在薛神官手里？既然您不相信我，我就随便编了个人让您找呗。薛神官是天下第2，又行踪不定。我就期盼着哪日在你找的过程中跑路啊！可谁曾想，我一说东西在他那儿，他的行踪就出现在江南了。哼，薛神官会出现在这里，并不是一个意外。因为即使你不曾骗我天机匣在他的手中，若是听闻他在这里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来这里见他。因为他是天武榜第2，所以你重入江湖，便想以他为踏板。白极乐是个很好的棋手，他找不到我们的行踪，就通过这一招把我们骗到了这里来。甚至于我觉得王家召开英雄大会这件事，实际上可能还是白极乐在暗中推动。看起来你似乎并不介意成为别人的棋子啊。哼，我从来不介意作为别人的棋子。因为棋子棋盘有方有圆，棋局有规矩，而我这个人呢，从来没有方圆，不讲规矩。小子，看好了，英雄大会，我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英雄。
哎，舒言，我有一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们去参加英雄大会吧，以苏家的名义。好，就以苏家的名义。不过英雄大会上仍有变数，我们还料不到。我觉得白极乐是用了什么，才把薛神官引到这里来的。我最喜欢此刻的宣威城了，因为它能让我静下来。你的这张脸也算不上多么俊秀，可为什么就是怎么看都看不厌倦呢？胡说，我明明就很俊秀。可不管俊不俊秀，你都不会喜欢我。谁说不喜欢？那是因为心愿未了。我答应过师傅，一定要找到那个面具。你让我进去看看吧，啊！哎，站住！不能进！让我进去看看。别挤了！别拦！您就让我进去看看，行不行？哎，王三公子。哦，是李公子、陈公子、慕容公子，怎么不进来呀？没有请帖呀！这英雄大会是何等光景，我们也想进去一观呐。请帖呀，好说好说，拿去，进来一同喝酒。哎，公子，别废话！哎呀，看看，真好看呀！没错，一样，真是来值了，是吧？里面在做些什么呀？进去看看不就是了？走，来，王公子，王公子。这都是谁啊？哎，左边那个身穿黑衣、手持墨剑的，应当是黑鹰派的弟子；右边那个看着剑势，应当是太极门。嗨呀，都是些小门派。这谁在大言不惭？是我们家三公子。喂，让开点儿！这哪来的混小子？何门何派？可有请帖？连我们假面派都不知道，还混什么江湖？嘿，什么假面派？闻所未闻。我看你是想溜进去混吃混喝吧？给我滚！别挡着进去的路。呵，骗吃骗喝，我看你是狗眼看人低。别冲动。谁说我们假面派没有请帖的？还真有假面派。现在江湖上门派起名都这么随意了吗？人生在世，谁没有一张假面呢？不是我们门派起的名字随意，而是世间众人都看不到自己内心的那张假面。两位徒儿，请吧。你们二人也太不讲究了！我才把你们带进来，你们就要对我动手？你究竟是谁？自然是你们的同门啊！哼，装神弄鬼！
哎呀！这位前辈，方才是我们冒昧了，咱们有话好说。哎呀！你这小子倒是有几分礼貌。六指，好。现在的年轻人太不讲究了。拼了！好！哎，莫急着出手嘛，我们又不是敌人。那你是？我只是想找2个伙伴，一起去逛逛这英雄大会。毕竟咱们都是假面派的兄弟嘛。放开！如果我说不呢？那就杀了你！哎，大哥，喝酒去，喝酒去。戴着面具怎么喝酒？我要看打擂台。哎，走，走这，走这。哎呀，哥。仙女，没见过。这是王三公子没听说吗？这位呀，正是前几日和谢家青衣郎共游的绝色堂妹。谢家之人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莫非是被那谢家藏在了深闺之中？擂台比拼，刀剑无眼，还是要小心啊！多谢公子。谢兴，又见面了。火凛，火凛剑啊！之前你修炼魔功胜之不武，今日有本事再来一仗。不了，对付你这样的手下败将，何须我亲自动手？狂妄！你今天的对手是我。我不打无名之辈，道个名吧。南宫。南宫？对，谢南宫，我的堂妹便叫谢南宫。你们说这一次是谢家赢还是王家？这些年谢家都没出过什么像样的高手，我想应该是王家赢。世上哪有绝对？方才那姑娘已然露了一手，我看比起王不语也不遑多让。那我们就看看这位谢家女子究竟有何过人之处。该死！这是烈王剑法火凤之舞。剑心受阻，这下麻烦了。这是谁呀？不认识。你是谁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在下王家王不臣。王家二公子。姑娘的剑法很不错，舍弟不是对手。我还没有出剑。姑娘若是输了剑，舍弟今日怕是就没有办法全身而退了。要你多管闲事！
回家吧。王家二少爷这么厉害啊！是呀，看来比三少爷厉害多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王不虞实力寻常。哎，是堂妹你啊，实力太强了。不过方才那个王二公子，实力还行，我觉得远在王不虞之上。王不臣性格温和，与王不虞截然不同，但听说不善武学，看来是刻意隐藏。接下来我带你去流水台看看吧。什么是流水台？这叫流水台，争的是滔滔不绝，打赢了站着，打输了下来，谁能稳站10轮，便可以讨一个好彩头。至于站在上面的最后一人，则会授予一块良玉，名字会被记录在册，刻在天武崖之上，供后人敬仰。那不是谁最后一个上去，赢的机会就会越大？错了，因为每场对局，不管打几轮，都仅有1炷香的时间。我去。这里太引人注目了，你若是出手，身份就藏不住。那你去。参加这流水台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不能大于25岁。我已经失去资格了。东方将，东方起，请赐教。来了，四大家族的人终于来了。我去试试。谢姑娘不上去一战吗？你为何不去？我的年龄不符合条件。你弟弟呢？方才既然已经输给了姑娘，就没有必要再打。看来今年这玉，应当是东方起。东方起的身手确实不错，但要成为玉，怕还是差了些。谢三公子没有来吗？听说他的武功颇有几分当年谢看花的风采。若是他来，我那弟弟还在学宫求学。看来我是见不到谢家三公子的风采了。哇，这就是流水台啊！我之前只是听说过。东方起，咱们以前见过那小子，我现在很想给他打趴下。小心暴露身份。年轻人就该冲动热血，想那么多做什么？你是哪个门派的？怎么还戴着一张面具？你打赢了我，自然会让你知道。好。好，总算上对手了。东方家的人不过如此嘛。这刀士，难道是那小子偷偷下山了？谁？姑娘认识这位刀客？看错了。打呀！东方家的人怂了，上啊！上啊！大风！小心暴露身份。糟了，我把这茬给忘了。哼，你在干嘛？什么呀？原来方才只是侥幸啊！会的刀法太多了，你等我想一下啊。哎，好了，就用这套。五虎断魂刀，这种3流的刀法也想胜过我？他不敢暴露身份，只能用这种3流刀法，不可能胜过东方起的。刀法重在刀意，而不是招式。哎，丢人丢定了。要不要和我打个赌？
公子啊！怎么样？打得好！我赢了，刀义一起虎封阳。哼，不错不错，小子，你们两个以后就是我的跟班了。我何时同意跟你打赌了？还想再来？这是什么刀法？乱抽风！名如其意，果然精彩。原来如此。什么？怪不得我从他的刀法中会看到故人的影子。原来你们两个是恶魔城的朋友。前辈，你和恶魔城是朋友？啊，莫问，我兄弟，他现在用的刀法应该是莫问所传吧？这也叫刀法？莫问的刀法就是这样的，看似杂乱无章，却压得人抬不起头。霸刀的真意便是如此。打得好！呀！一直未尽全力，不愧是四大家族的弟子，果然有两把刷子。一招定胜负吧！好啊！风起云龙，瞧我神之自创，天下睥睨！你可以在天舞崖上留名了。这赢了！灭绝兄胜了！灭绝兄胜了！灭绝兄胜了！哈哈！哎，这位小兄弟，恭喜恭喜呀！哎呦，哎呦呦！哎呀，这个不用我赔吧？不用。公子请。我果然是这一代学，功力最强的男人。嘿，嘿，嘿嘿。这玉的材质确实不错。你这么一搞，满大街的人都在看我们啊！给你玩玩。风雨衣，亏你想得出来。哼。哎，假面派是什么门派？在哪个山头啊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莫非是隐士门派？据老道所知，那天下第2的薛神官就喜欢戴着一张青铜面具。这假面派其实便是薛神官所创，而那风雨衣便是薛神官的嫡传弟子。风雨衣？哼，我一猜便知，这是风师兄的手笔。看来你们这次学宫来了不少人呢。哎，师兄他们喜欢热闹，可惜今日去晚了，没领略到现如今少年高手的风采。我师兄是天晓云境少宗主，还差点拜了恶魔城主为师呢，刀法一流，肯定不会让你失望。风雨衣，诸位好啊，和我一战！还有我，聒噪！
不想死就滚！滚！马上就滚！是你，一起喝上一杯啊！好。小二，把你们楼中最好的酒菜都拿上来。收到。您的酒菜，齐了。打完流水台还真有点饿了，先吃哪个好呢？这2个人的衣服怎么这么眼熟？哎，那不是刚才得了玉的假面派吗？不会真和那天下第2的薛神官有什么关系吧？什么天下第2？宁青城死了，薛神官白捡了个天下第1。不会真是薛神官吧？老弟，我先走一步。走了。这家伙怎么比魔君还疯了？你们还不动筷子吗？啊！吃吧。好嘞。真的是风左君，那另外一个就是谢师兄了。他竟然没有认出我。没关系，风师兄，还有风师兄。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认出我。你这小子，怕不是得了什么传染病吧？咦，离你远点。风师，造孽呀！你为何会在这里？那前辈又为何会来这里呢？你觉得天地同碑会在这里出现？你知道的太多了。不妙，有杀气。看来这个天地同碑是敏感词，不能说。天地同碑是什么？看得漂亮。不该问别问。天地同碑啊，其实是一张面具。面具？为什么一张面具会取这么奇怪的名字？因为，但凡看到这张面具的人，都会感觉到一股莫名的悲伤，没有人能够例外。看一眼，便会心生悲凉；再看第2眼，那悲凉便会抑制不住的化成泪水。够了！莫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说完，我们会不会就要死了？天地同碑在这里出现，很有可能是个骗局。骗局？那天地同碑不会在这里出现了。哎呀，还想看看它长什么样子呢。是啊，谁又不是活在一个又一个的骗局里？有理，当扶一大白。前。好。好。好酒。吃完了吗？吃完了。那便告辞了。明日便是英雄大会，养足精神，定要看个精彩。若天地同碑明日没有出现，你是否便不会动手了？你怕我会参与其中，会毁了你和枪圣的一战？若能同时打赢天下第2和天下第3，也是一件美事。天下第2？你是薛神官？你别说话了。你这位朋友武功不错，可惜脑子有点笨。你说我到底要不要杀人灭口呢？
为什么知道你是薛神官，就要杀人灭口啊？就是啊，你这江湖之事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想杀就杀喽。我这人嘴巴很严的。你是莫问的弟子？正是。不算吧，不过是被他指点过，然后送了我一柄刀。你是真怕阎王爷不收你啊？那可是雪落啊。莫问年轻时的配头，等你下次去见他的时候，他就会收你为徒了。走，找个地方睡一觉，明日起来看好戏喽。放心，我又不是魔君，怎么会随便杀人？走。这个薛神官倒有几分意思。你故意设局，当众点拨他身份，你想借刀杀人？毕竟明日情形复杂，你的这2个师兄若是在，怕是会添一些麻烦。到时候一边对付枪圣，一边还要提防他们抢走你，自然是杀了为好。不愧是魔君。大多数的江湖门派对这个江湖归谁统治，并没有太大的意见。相反的，如果江湖无人统治，那些小门派才愈加不安。江湖无人统治，那么就会陷入长久的混乱。大门派吞并小门派，然后再被各大门派吞并，无休无止，终日难安。所以王家此刻愿意站出来，也算是好的。自然不好。王家忽略了一件事：江湖有人掌管是好事，但有一个前提，这个门派需要足够的强，而王家，不行。天下第一已死，天下第2下落不明。我2师兄更是早已离去多年。王家拥有枪圣，这还不够。枪圣王一武功再强，也只是一个武夫。他和苏寒是不同的。苏寒在寻求一个天下江湖的新时代，而王一求的只是自己武功的天下第一。所以我说王家不够。如此说来，师姐，可惜现在也不能相认。哼，看来你们还真是有缘呢。哎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妨来玩一个游戏。什么游戏？你我2人此时出去，与你师姐迎面而过，你不说一言，看她能不能把你给认出来。若能认出来，同意你们的婚事。啊，真的？你是什么妖魔鬼怪？要你来同意？走！我们谢家的人今日也都到了，要去见一见吗？不了。也罢，看来七叔是铁了心不想再和我们谢家有所瓜葛。更何况你还有个魔宗余孽南宫后人的身份，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解释清楚。师姐，君子曰：“男女授受不亲。”姑娘为何雨夜追我呀？师姐，没关系的，就算我没了隐士，你还可以操控我的身体啊。这一次，我来保护你。苏白衣，这哪是苏白衣？你认错了吧？姑娘，你认错人了。我不可能认错人。啊？
给我放开！你们的婚事我同意了。你乱说什么？是那日在御酒楼遇见的老者。明日我们还会再见的，到时候我给你机会，就看你能不能从我这里把这小子带走了。师姐。父亲，我听说今日在酒楼之中，你弟弟被青衣郎身边的那个堂妹给打败了。是，那姑娘剑法确实不错。哼，谢家这次行事很是反常，明日定要多加小心。是，父亲，我们真的足以成为这江湖的主宰吗？很多人都以为我们的底牌是枪圣老爷子，但实际上，我们王家远不止于此。我终于全然掌握了这门功法。别太得意忘形了，到时候摔进水里可就丢人了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只是兄长，你放这么多河灯做什么？河灯是用来引路的，迷了路的亡灵会随着那河灯的方向，找到那道黄泉，前往彼岸。兄长，你总是喜欢做这些没有用的事儿。河灯顺流而下，要是顺着你的河灯走，才是到不了彼岸。只求一个心安。明日会死很多人。是。那就死呗。能踏入这英雄大会的人，谁手上没几条人命？也是时候还回去了。别管那么多了，明天把苏白衣给抓起来，然后咱们回家，那样就再也不用杀人了。回家。马老弟在这儿呢，一路走，吃酒去。今日诸君汇聚于宣威城，是我王某的荣幸。这一杯，敬诸君。敬王家主。今日虽是我王家做东，号召各路英雄汇聚在一起，但实则我王家代表着的是整个4大家族。而之前经过我们的商议，4大家族将结为更加稳固的联盟，虽依旧各自为辅，但将由我王家统管整个4大家族。之前上明天宫出了一些事，想必各位也应该知道。王某觉得江湖上迫切的在需要一个能和围龙之盟堪比的联盟，所以今日我们4大家族召集各派英雄于此，便是要成立属于我们的宣维之盟。宣维之盟虽是我们4大家族所立，但将会成立长老会，由各大派的江湖宿老组成。我们王家的王一老爷子将担任长老会的大长老之位。有意思。如果拒绝呢？江湖上如今纷扰四起，
既然我们4大家族愿意站出来维护昔日安定的秩序，那么谁又会拒绝呢？我拒绝。谁？我。上林天宫行律院首座戒尘。上林天宫，上林天宫怎么会？戒尘，这下子有热闹看了。若我记得没错，行律院首座应该是戒空吧？如今掌管行律院的便是我。可是，在座的众人，并无人认识你。我认。你坐下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既然无人能证明你的身份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插出去！我来证明他的身份。上林天宫星宿院首座，星河，见过诸位。星河也来了，真是他呀！这位就是现在行律院的首座戒尘。你证明了他的身份，又能怎样？上林天宫已经不存在了吧？王家主此言差矣。上林天宫属于苏家，只要苏家之人不说解散之言，那上林天宫便会一直存在。好像是这个道理。是啊。哼，世事难逃因果。众所周知，围龙之盟是苏家所创，苏家之人现今尚未说盟结，而王家主在这里却想要成立新的盟。上林天宫现在算个什么东西？哪有资格还提围龙之盟？更何况，我们这英雄大会几时见过你们？阿弥陀佛。强者为王，弱者退让，这本就是江湖的铁律。既然强者为王，弱者退让，那又为何结盟？所谓结盟，便是要用强者的实力来维护弱者的权利。而你要遵循弱肉强食，便不该结盟，任由这江湖无休无止的争斗下去。说的有道理啊。是啊，我觉得也是。可是你闭嘴！这个三公子真的是自己人。好啊，既然你说了强者为王，弱者退让，那我便和你试试，何为强者，何应退让。试试就试试。大地金刚掌，手下留情。这位大师，舍弟方才言语有些不当，还请见谅。哦，王二公子，武功不错。方才舍弟说强者为王，弱者退让，实为气话。当年苏寒大公主的行为确实令人敬佩，而如今我父亲王若虚，不过是想遵循前人之路，为这个江湖奉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而已。王二公子不仅武功不错，书读的也多，说起这些鬼话来面不改色，真是令人佩服。实乃肺腑之言。既然今日二位贵客临门，那么本次的宣维之盟，自然希望上林天宫也能加入。我们上林天宫可对加入这宣维之盟并没有兴趣，但是我们对于王家是否拥有这个资格，却有些怀疑。你有什么资格怀疑？好强的力量！难道是？也不错，居然能扛下我这一招。是强胜。叔公，叔公，不如枪圣先生。你不该来，但我还是来了。你能支撑到此刻，已是不易，放弃吧。我与你师兄借空也曾算是旧识，我不杀你。你知我因何而来？不知，那又何能劝我而退？大罗汉伏魔神通。哼，
这和尚有两下子。很好。星灿轮转，生灭无止。强生先生所求之道，已经误入歧途。哼，歧途吗？我所求之道，何须向你们解释？南宫姑娘，什么时候动手？说能动手，早就动手了。看这情势，但凡我们动了手，王姨就会下杀手。前辈，您……我与这二人非亲非故，没有动手的理由。你帮我们，我们一会儿帮你。可以，不过先不急。退！和尚，算了。怎么就算了呢？怎么就能算了呢？好戏就要登场了。我们苏家做事，从来就没有算了二字，只有战到底，不死不休。来者何人？你问我们是何人？我们自然是围龙山苏家族人。苏白衣，啊！仙人见苏白衣，苏白衣竟然来这里了。他竟然敢来这里！苏白衣，看来江湖之上，你的名气比我大了。哪里，叔爷之名喊出来，那才是真正的如雷贯。苏家除了苏白衣，现在还有谁？哼，吾乃苏家苏简。我知苏简。苏简，难道是20年前仅靠一己之力就灭了数个大门派的苏简？那个早已销声匿迹，只留下一段可怕传说的苏简？许久不见，今日归来，还请赐教。我闭关后院，观持多年，只等出关一战能不负期待。之前曾战过一场，对方未尽全力，不能尽兴。放心，与我一战，定当尽兴。你用何兵器？场中如此多的英雄，皆为我的兵器库。当年我用剑胜，今日便还是用剑。吾见能有幸立此一战，剑蛇亦无憾。哼，说得好。苏简，江湖不再是当年的江湖了，而我已不再是当年的我了。枪圣这老头这些年还真是没有白闭关。这枪劲倒真是厉害。3尺长剑，不过杀人落头之威。我有10丈剑芒，所过之处，皆为平地。这个战场太小了一些，不妨换一片天地再战。整个天地都是你我对决的战场。好。
师姐，好久不见。不是叙旧的时机。咱们的缘分便到这里了。多谢前辈，多谢前辈。师姐，师姐，苏师弟，苏师弟，这里危险，我们快离开这里。哎，这些花瓣，难道蓝玉泽师兄带着血鹰派的弟兄们都来了？啊！是谁？老板娘，这些年我任由你在我宣威城中立足，但你似乎在做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今日之后，花沙自然会在宣威城中消失，只不过王家会在江湖上消失。这战场真复杂。哼，区一群杀手罢了，还想灭掉我整个王家？动起手来，老板娘不会真的以为你能从这里出去吧？给我杀死他！若以为我们只有区一群杀手，那便是王家主天真了。南宫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一次，我来搞。当年谢看花名扬江南，剑法可称一绝。你是他的女儿，想必剑法也定有过人之处。要想见我师姐的剑，得先问过我的刀。你的什么刀？自然是霸刀。来得好！霸刀，大风势，行！茶花，蔷薇，是。想动我师弟，得先问过我谢雨莹。父亲，现当如何？等。南宫姑娘，你的对手是我。师姐别急，眼下王家被白龙围剿，待我先诱这王家主。王家主，我有一个建议。其实这个江湖的主宰是谁，是上林天宫还是4大家族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并没有太大的意义。哦。今日我们来此，只有2个目的。一个是我们苏家的老祖宗多年后出山，想寻一个好的对手，想必这也是枪圣王一老前辈的期许。另一个便是想借这个英雄大会的机会，把扰乱江湖的浮生醉梦楼引出来，然后有仇的报仇，有冤的报冤。没错，今日吾等来此，真正的目的便是要逼他们出来。所以此刻结盟，王家主以为如何？你很聪明，你想借我的手帮你？你也可以不借。和尚，星河首座，谢少主。在此，随时候命。
这位苏小兄弟救过我的命，这个人情定是要还的。你不助我，那今日的会场就只能越乱越好。就让浮生醉梦楼渔翁得利，但只怕王家主狼狈不堪，就会成为整个江湖的笑柄。我有魔君苏简相护，你还怕我到时候跑不了？你在威胁我？是你遵循的利益在威胁你做出选择。王家主，做个决定吧。傅晨，过去帮他们对付白龙。是。傅晨。这位前辈，应该便是血神关了吧？苏白衣，今日我们才算真正见面。幸会。只是我猜，前辈并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。原则上，我不站在你们中的任何一边。我来此只是为了一件东西，而这件东西，据说在王家主的手中。是白吉乐告诉你的？那件东西，5年前便已经在王家主的手中了。所以你们故意在今天告诉我，就是想引我来此，帮你们完成这个局。前辈是高人，怎能轻易入局？不如先和我们一起把浮生醉梦楼打退再说。可我薛神官最喜欢的，就是入别人的局，因为只有这样，破局之时才最痛快。竟以面具为兵器，有意思。更有意思的还在后面。薛神官，真当我王家好欺负不成？虽说你是天武榜第2，可王某依然要奉劝你，这个江湖不一样。枪来！枪？难道枪圣老爷子把枪法传给他了？不是。王若虚用的这套枪法，可能是仙人书中的枪法卷。气势不错，狂妄至极！都好了，我去会会他。
他已经这么厉害了吗？当年那件事之后，陆家得了锤法，东方家得的是棍法，谢家拿了腿法，至于王家拿走了枪法。我虽未学那武功，可却看过那秘籍，王若虚此刻用的。我练过仙人书的腿法卷，虽说枪法、腿法相去甚远，但都出自仙人书，脉络并无不同。王若虚此刻用的便是枪法卷。啊！没有心法卷的情况下练这武功，必定真气逆行，走火入魔。王若虚疯了！要么他疯了，要么就是他找到了克制这武功的办法。你的枪法很不错，只是我能感受到你的枪法和你的内力不是一脉，虽能相辅，却不能相成。天下第2的薛神官，这么喜欢玩弄这戏法一样的东西吗？万道心门，王若虚，难道也练过万道心门？若光论方才那一事，确实极为相像。难道王若虚不仅偷偷学了仙人书的枪法，还学了万道心门的内功法门？据说万道心门乃是天下内功本源，能为任何武学作为内功元法。若真是如此，便解释得通了。这万道心门是王家的武功吗？不是，万道心门是神拳老人的武功，而神拳老人早已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。莫说是我，就连几位前辈都没见过吧？看来天地铜杯真的在你手中，在我手中又当如何？那本来就不是你的东西。神拳老人早就死了，这面具谁能拿到便是谁的。的确不是我的东西，只是答应了老头子要把这东西带回去，不管他活着还是死了，必须要带回去，这是我的承诺。你修炼面具上的万道心门，以压制你自己练的那门枪法反噬，的确是一个方法。那既然万道心门已经练得差不多了，那么将面具还给我，我不杀你。今日宣威城之事，我不会再管。哼，天下第2薛神官，还是那句话，这个江湖不一样了。你就算当年叱咤江湖，可此刻未必有和我谈条件的资格。说话如此狂妄，看来这王若虚真把自己当成武林盟主了。好。既然这样，那你便要承担选择的后果。哼，后果！这是……你没有资格戴上这面具。这个就是天地铜杯啊！现在怎么办？母亲，随时准备动手。是。有没有资格，不是你说了算。
看来薛神官已经现身了。那便先胜了你，再去与他一战。今日也算尽兴了。我这一枪名为三光，由道君赐名。此枪无处不在，无处可躲。日月星辰同出一日，不及我一片光影。看来你已经吸取了当年的教训，我不会再重蹈覆辙。终归还是不敢冒险啊！你难道就没有想过，或许这一次我的剑已经无法穿破你的护体真气了呢？废话真多。如今手中已无剑，又靠什么和我打呢？剑没了，那就再借一柄。王一，当年你会败，是因为你太弱了。而这一次，你依旧会败。是因为你虽然变强了，但你的心却老了。又要说什么少年之心才无敌之类的蠢话吗？少年之心犹如烈阳，却当无敌。那便试试我的无敌吧！这便是你的无敌吗？虽然很强，但还不够。等你胜过我再说。圣人境巅峰。